轻薄、可靠性、生态互联，这些曾经各家努力卷出的大亮点啊，在如今已经成为了折叠屏手机的基本功。那在这个行业背景下，荣耀 Magic V5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成为折叠屏产品里的机皇。各家都已经很卷的前提下，荣耀还想拿出一个更卷且定位、处理器都更高的产品。那荣耀还能否在国内的折叠屏市场里脱颖而出呢？在体验了1周多以后，以下说了答案。有一说一哈如果我今天还在说拿到 Magic V5 以后看到它的外观有多感叹，那也有点假了啊。在经历了 Find N5 和 vivo X Fold 5以后，我对于折叠屏在轻薄方面的竞争已经基本无感。不过荣耀在这方面呢做的的确是非常可以哈。折叠状态下只有 8.8毫米厚，整机重量217克，比不少直板机还轻。但轻呢不代表虚。V5 用的是鲁班榫卯缓震铰链，还有 IP58 和 IP59双重防护，并且呢，这个铰链的质感真的特别好。大家伙儿有听到除了打开和关闭后的其他任何一丁点声音吗？没有吧？没有就对了。我这台呢，在我手上用了1周多的时间，现在依旧是一丁点异响都没有。这一点显然它没有重量和厚度这种参数这么显性啊，但我个人是特别在意的。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线下试一试 V5 的铰链质感，应该也能让你非常满意。那整机的设计风格和上代相比区别不大，中框的手感介于 N5 和 Fold 5之间，所以整体的手感呢还是比较优秀的。侧边呢是音量键和指纹识别，展开以后看这俩按键，你还是会感叹国产厂商在厚度上真的是太卷了。那这款产品呢采用了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能够感受到它的定位肯定是顶级旗舰啊。得益于荣耀的优化和本身配置的强悍 ，Magic V5 的系统流畅性做得相当不错。不过我认为荣耀的系统在互联网上是比较被低估的一个。荣耀其实继承了不少之前家族式的优点，比如流畅和稳定。而在此基础上呢，这几年又新增了不少功能，比如信任环、悠悠助手。这些功能呢，我每次直播的时候呢提到，都会有很多真实用户很有感触。那这一次，荣耀又带来了哪些比较实用的新功能呢？首先是长按电源键呼出悠悠助手以后，你稍等一会儿就会发现左面跳出了3个功能推荐。我们先试一下第一个，这个生成 PPT 有人可以对它说，帮我生成一份关于深圳市旅游计划的 PPT。我的朋友过一段时间要来深圳旅游，我想带他逛3到5个深圳市比较著名的景点，然后帮我介绍一下这些景点的特点。你会发现他根据我的这个具体的需求开始去制作一个 PPT， 而且在他思考的过程中呢，你能够看到接下来他对于这个 PPT 的结构、封面、目录、章节以及一些具体的信息，然后呢，他会根据这个思考过程来输出一份 PPT 的大纲。PPT 大纲确认了以后，它会让你选择这个 PPT 的模板，然后点击生成 PPT，它就会显示正在根据大纲生成内容，你就可以点击预览、保存或者接着编辑。我们先进去看一眼这个 PPT， 深圳经典景点深度游指南。往下我看它推荐了什么，3日精华行程的概览，然后是世界之窗、东部华侨城、大梅沙、深圳湾公园。除了世界之窗我不是很推荐，其他的几个还可以。反正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有意思的，而且呢，如果你需要进行一些个性化的优化，比如说帮我把世界之窗这个景点删掉，替换到一个新的，它会再帮你更改，然后再放进之前的 PPT 里。那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文档扫描的场景比如说我现在电脑打开一个文档，直接点击它左面的文档扫描，然后这个时候你摁一下拍照键，你会发现它就会把文档直接提取出来。那如果这个时候你选择的是这个表格提取，就更狠了，对准你想拍的这个表格拍一张照，然后点击这个右上角的开始提取，它会根据你这个图片直接保存 Excel。这样，比如说你在开会的时候，那个电视大屏幕展示什么表格，你只要拍张照，它很快就能生成一个相对应的 Excel 表格。这样的话，无论是分享还是记录，都变得更加便利。那去年呢，我记得荣耀展示了一个帮你点外卖的场景。那今年呢 ，AI 不仅能点外卖，还能帮你打车了。比如说，我现在我想去卓越中心，我可以跟悠悠助手说，帮我打车去深圳卓越中心。它会先让你去选择具体的行程。
你点一下，然后接下来呢是选择具体的这个执行应用。如果你不进行选择的话，它就会选择自动呼叫。那如果我不去干预它的话，它就会发送订单啊。当然我们就不给师傅添麻烦了。这个流程大概就是这样。以上这些功能呢，在搭配之前就已经非常好的悠悠助手。荣耀在系统 AI 啊，尤其是给用户提供预判帮助这方面，的确有点东西。而更值得开心的是呢，荣耀这一次不仅仅是单一设备上 AI 体验的进步啊，荣耀这一次在跨产品和跨生态互联这方面也终于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比如之前我总是吐槽荣耀手机它不支持互传联盟，对苹果生态也没有很好的兼容，而这一次荣耀都改了。我们先从荣耀自家的生态来看，通过这个信任环就能够快速查看调用各台设备，而功能性方面呢，包括文件传输、剪贴板共享，这些之前就能实现。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荣耀的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哈，从右上角呼出控制中心，然后底下呢就能看到很多设备，你点击一下就能看到荣耀这个信任环，这个交互做的还是很不错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呢，平板和 PC 这两款设备显然是不适合拍照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想分享一个，比如说产品，我想拍一个这个荣耀的耳机，那我肯定是拿手机拍最合适。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的电脑或者平板能够调用你手机的拍照能力，这样拍完照直接传过去就最方便。那进入这个信任环呢，你点一下手机，发现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动画，然后呢还能显示这个设备能够实现的哪些互联的功能板块。比如说你点了手机以后就能看到这4个，然后呢你把这个拍照服务，我拖拽到 MagicBook 上，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在电脑上也出现了手机和电脑互动的这么一个提示。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拿荣耀手机，比如说我拍一下荣耀新出的耳机，拍完以后我点击一下右上角的对勾，这个时候在电脑上会发现，它已经自动传到了电脑上了。那如果你在和别人聊天啊，或者做 PPT 什么的，用这个去分享的话，明显更快。而且还有个细节哈，我是拿手机的摄像头给电脑拍张照片，那荣耀这个逻辑做得非常对，就是你在电脑上这个照片已经传过去了，但是你现在进入相册，你会发现这张照片并没有重复保存在手机里。我觉得这个逻辑是非常正确的。那荣耀的工程师呢，不只是想解决用户的需求，还希望为用户带来更便利的体验。那第二个，我觉得荣耀比较在乎用户体验的点是什么呢？比如说我现在正在用我的荣耀 MagicBook， 然后我的手机是锁屏的，这个时候我希望我把我手机的屏幕投到电脑上。那这个时候我其实完全不需要离开手机，我只需要在 PC 上的这个悠悠助理跟他说一句，把我手机的屏幕投到电脑上，即将把 Magic V5 投屏，然后很快就完成了。我只要解锁，输入我手机的密码，你会发现这个时候你荣耀 Magic V5 的屏幕已经共享到电脑上了，全程都不需要操作手机，这个体验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些脑洞大开的互联场景，像是我们这台荣耀 Magic Art 14的摄像头是可以收纳的，磁吸连接的，这很好啊，但未必能满足所有姿势。这时候只需要在电脑的信任环里调用手机的摄像头，前后摄都能调用。生态互联不能只局限于同系统。Windows 笔记本和平板之间还能够共享键鼠，甚至还能跨屏幕一键拖拽文件，在 Mac 上也能够给荣耀手机发送文件。所以在安卓、Windows、Mac 3个系统中，荣耀都能实现多功能的高效互联。你再搭配荣耀手机和其他品牌的安卓互传联盟，荣耀现在可以给身边的小米、vivo、OPPO 等产品直接互传文件，甚至连鸿蒙系统都能够互传。所以整体来看，这次荣耀在生态互联的答卷，我十分满意。那其他方面先来说续航，我们手上有2个版本的荣耀 Magic V5。首先呢，是我们编辑用的这台5820毫安时的，它基本上呢是只用了内屏，75% WiFi 加25% 5G 移动数据，最终亮屏时间大概8个小时，剩余电量15%。那我日常用的呢是这台6100毫安时16+1T 的版本，能量密度呢高达901瓦时每升。那我实测下来，我是双卡重度微博、抖音、飞书、微信，一天使用下来亮屏时间其实没有啥明显区别。所以整体来说 V5 的续航表现不错，那搭配这个机身厚度来说是很可观的，而且它还支持60瓦有线快充和50瓦无线快充。而且还有一点，我最近用的主力机里只有荣耀 Magic V5， 放在我的问界 M8 Ultra 上能激活50瓦的快充，果然它还是没有忘了它。
总之，这款产品啊，在配置上几乎是没有什么明显短板。那影像方面，我日常用荣耀的鲜明模式最多，这个模式属于拍人有线条，拍产品呢比较有质感的。它有3颗镜头，覆盖全焦段、主摄加前望加超广角，配置是齐全的。但成像质量还是偏保守，在暗光场景下呢，成像加载速度会比白天稍微慢一些，这点后续应该会优化好。所以总结一下，荣耀 Magic V5是一台没有明显短板的折叠屏旗舰吗？也不能说是，但它确实是一台完成度非常高的产品，而且在国内这个折叠屏市场下啊，这也是一款很难得的定位很高的折叠屏产品。那荣耀呢，在轻薄、系统流畅度、互联体验这几件日常最重要的事儿上做得很踏实，特别出色。尤其是系统和生态这一块，我认为是这次最大的胜利点。搭配本身的硬件基础，这也是荣耀真正拉开与其他折叠屏对手差距的地方。它的定位很清晰，一台可以当主力机来用的折叠屏产品。如果你是一个对系统和互联有要求，不希望在折叠屏上有太多体验牺牲的用户，那荣耀 Magic V5是你在安卓阵营中能选到的少有的折叠屏旗舰。OK， 那本期视频的角力就这么多，各位觉得这一代荣耀 Magic V5的表现如何呢？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请要点赞、评论、转发。我是 HK， 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